抢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毛，我是安源。今天我们要来勾杯垫。为什么今天要来勾杯垫？就是我跟阿源现在都是研究生嘛，然后平常早上都是在学校的实验室，所以晚上呢，我们会玩一些射击类的游戏。结果呢，前几天突然出了一件 Match found。要害台湾。去 A， 去 A， 去 A， 走这看看。啊 Spike down B。30 seconds. 啊，都找不到。干嘛？然后我都没打到人。有人啊！为什么？要怎么玩啊？这里好奇怪哦。Spike down A。Spike down 了。啊！为什么我死了？ One enemy。那里有人哎。啊！为什么我都打不到？我觉得他在桌子上面哎。不然怎么可能都得不到？我来看看啊，最后一名啊，这一定是那个可恶的桌子，这我都射不到啊，莫名其妙啊，还是这桌子不平啊，好像是真的不平哎，都踢勾了，烂桌子。这桌子都不平，然后我又没有滑鼠垫，都把我滑鼠垫抢走。你原本没有滑鼠垫，你也是用的好好的啊。反正就是后来我们发现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桌子是那个塑胶材质，然后因为没有那个杯垫嘛，所以我们在泡牛奶或是热咖啡的时候，这个桌子它就会受热，然后就有一点变形。然后我的滑鼠滑过去都会空空空空的。所以为了保护我们重要的桌子，今天阿源就要来教我勾一个杯垫，要隔热一下。不过因为我现在只会起针，好，所以要做一个杯垫的话，我还要学会做什么？杯垫主要用到的都是短针，短针啊，它是钩针里面基础中的基础。短针是什么？短针啊，它是最常用到，而且结构会紧实。那可以单用短针加上上次教的起针，就可以完成一个作品了。那也可以去结合其他的针法去做别的作品。那我要怎么用短针加以前学过那些东西做好一个杯垫？钩针其实就像在盖房子，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材料组成。那因此以勾杯垫为例啊，在起针之后，需要做几个锁针来当做地基。那为了往上面一层前进，需要使用起立针来当做钢筋，然后可以帮助增高。跟着增高之后，就可以使用短针当做砖头，在地基上面盖房子。那做完一层之后，一样就可以使用起立针做增高，往下一层盖，然后再往上盖，就可以完成你的作品喽。做起针，锁针起针，学过了。学过了。对啊。那还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上一集影片。今天的杯垫啊，做10个锁针，刚刚好当练习。那做完锁针了，做个起立针，才能进入下一排。那等一下在做短针的时候，要记得忽略掉起立针，要从第2个针目开始下针。这时候会有2个圈圈在钩针上面，先勾线，穿出第1个圈圈。这时候会剩2个圈圈在钩针上，接下来就再穿线，勾线穿出剩下的2个圈圈，
那做完第一个短针了，要记得挂上记号扣哦。那记号扣好像蛮难找的。记号扣就扣在刚刚指的那个位置。来找一下下一个下针位，这不是，隔壁这个才是。再讲解一次短针，穿进去之后，还有2个圈圈在针上，勾线先穿出第一个圈圈，这时候有2个圈圈在钩针上，再一次穿出这2个圈圈，就可以完成第2个短针。这就是下一个下针的位置。那就在每一个锁针上面都做上一个短针。那每一排总共做10个，对不对？对，10个锁针上面就盖10个短针。好，现在要来做最后一个短针。那做完这一排的短针后，记得做一个起立针，当做针高哦。那做完起立针之后，织片要翻面。那等一下再做下一排的短针，记得不要戳到起立针，要从短针上面的针目做下一排的短针。这是等一下短针要下的位置。现在这个是要扣记号扣的位置。这里是短针。对，已经做好一个短针了。要扣记号扣位置就是挂着钩针的这条线有没有？挂在它上面的这2条线中间就记号扣给它戳下去。没错。横的这2条线了，挂在这条线下面横的2条线给它戳下去。Yes。现在这个就是要下一个要下针的地方。没错。吃掉，你全部吃掉算了。好，现在到了这一排的最后一个针目，就是记号扣这里。记号扣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你在做下一排的时候，记号扣这个位置是你这一排的最后一个针目的位置。现在提醒一次，在做下一排的时候做个起立针，然后要翻面。要忽略起立针哦，不要坐在起立针上面，从下面的短针开始做。这最后一排。对，要做最后一排的。这个是起立针，这个是要下针目的地方。最后一个短针。那做完最后一个短针之后，来学怎么收线。后面的线大概留个10到15公分的长度，这时候把钩针上的那条圈圈拉到最大。收线的方法就可以穿越个短针的本身，穿越个大概4到5次，或者是穿在针目或是织片的随便一个地方，只要看不到不会很丑就好。大概4到5次就可以把线解掉了。
剪掉之后就可以拉一下纸片，整理一下。起针的那边也有一条线，记得也要收哦。杯垫完成。耶、这样我们以后装热咖啡或是热可可的时候，就不用怕伤到桌子。你觉得我勾的怎样？我觉得不错。硬要说的话，就是这里感觉凸凸的、边边的短针可能做错了，导致它的形状有一点变形。这里的话，你是不是做完你就直接把线剪掉了？好像是。要记得像影片一样留10到15公分的线，这些线就可以用针把它藏在支片里面，这样就可以剪掉，不会像这样有个呆毛在这里了。不过其实勾错真的也没关系，我也是一直勾，然后一边出错，有时候就直接拆掉，然后重来就好。有时候就算了，继续勾下去，其实也没关系。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本来就会有点卡卡的。像我这次勾这个杯垫，大概有拆线重勾10几次吧。有时候是线分叉勾错洞，有时候是钩针掉出来，或是晃神，然后就忘记自己到底勾到哪。很正常啦，所以才要拍影片让你边做边学啊。不过我觉得重播影片是真的有用，我每次卡住就回去看一下你是怎么勾的，这样就好。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对照，那也比较放心。这样子边做边修正，我觉得其实是进步蛮快的。要理解针法的一些逻辑，加上教你的一些小技巧，边看影片啊边做练习，一定会越来越顺。多给自己几次失败的机会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大家觉得基础版太单调，其实也可以像这个杯垫一样，在旁边再多加一些装饰，是不是更好看？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作品的装饰技巧。大家拜拜！终于有杯垫了，耶！啊，我可以有一个滑鼠垫吗？不然桌子还是不平啊。